嗨，大家好啊！今天3月3号啊，3月份的第二个交易日啊，整体市场呢还是继續低開高走的一個狀態啊。由於昨天晚上韓國股市熔斷啊，然後再加上美一的這個局面呢繼續惡化啊，就反正挺不好的然後整體的呢今天市場上呢美元指數繼續走強啊，美債收益率繼續上行，金價油價呢出現了一個重挫。只有11個板塊，只有通信服務一個板塊是正的啊。然後我們就一個一個順着說吧。我們先看看美元指數啊，美元指數呢已經來到了99附近了啊。這個反正連續的上漲啊，從2月份開始就一直在美元指數就一直在上漲啊。然後我們看看大盤標普呢今天是碰到了支撐啊，碰到了支撐位，然後就迅速的拉上去了。反正充電群的朋友呢，我們是早盤的時候，開盤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吧，然後抄了底啊，就是今天IXIC 不算啊，當時我是說讓大家抄這個羅素啊，羅素今天反彈的比較猛啊，最後反正就是尾巴比較長嘛，今天反正說讓大家抄的 TNA 啊，TNA 呢反正今天最終呢是下挫了5.27啊，但是升的時候是已經跌得很深了。如果是當時抄到的話呢，當天光 TNA 這個收益可能就差不多能吃到8%到10%左右啊。今天呢是比較離譜的一件事情。RUT 這個羅素然後 IXIC 呢走的今天反正科技就是被壓制啊，基本上就這麼樣一個情況啊。這個波動反正肯定小盤會比較大啊。這個 IXIC 和 SPY 呢。車太沉了，就是標普和納斯達克車太沉，就是反彈起來或者說波動起來呢就沒有那麼厲害啊。這個 RUT 是波動的比較厲害，然後道瓊斯呢今天是收了一顆十字星啊。這個道瓊斯如果收顆十字星的話，還是一個長尾，明天有可能會整個市場會出現反彈啊。基本上是這麼樣一個預期啊。到底明天怎麼樣走，我們也不知道。還得看今天晚上這個亞洲股市是什麼樣一個情況，今天晚上美一的局面會不會繼續惡化或者幹嘛情況呢就是這麼樣一個情況。然後看看金價和油價啊，這個金價呢反正是今天是重挫啊，就是錯了4%。其實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啊。這個按道理說呢，準確的說這個油價和金呢這兩天應該是持續往上走的，但是今天呢都是出現了一個下挫啊。這個這個是什麼鬼油價是上漲的不是金價下挫啊，油價沒下挫啊，抱歉說錯油價是上漲的，抱歉說錯了，只是金在下挫啊，金在下挫。本來呢今天黃金應該是上漲的，結果整體的呢還是往回跌了跌。主要的原因呢，這個油價呢還是衝高回落啊，還是因為這個美元太強勢了然後油價呢有一些這個獲利了結的問題啊，獲利了結之後呢，然後就下來了，基本上呢是這麼樣一個情況數字貨幣呢，反正今天是基本上算是一個橫盤啊，日內震的其實還是挺猛的BTC 一度都摸到69000了，是吧？對，一度都摸到69000了，然後又回落到67000、68000左右這個是現在的一個狀況抱歉，這個寫錯了沒有油價，是金價重挫寫錯了。然後我們就先去看盤面盤面上呢，羅素呢今天是跌的比較猛這個羅素跌的深的時候已經跌了3.2%幾了然後盤中一度回到1.2幾然後這個最後半個小時又回去了這幾個也一樣，基本上走勢都是這麼樣一個樣子。然後等權上面呢其實今天納指標普跌的比較猛然後道指和羅素的等權跌的一般其實還好所以我會看明天的一個反彈，看明天反彈主要還是看道指和羅素標普和納斯達克估計彈的概率不大就是這種出這種風險的這種狀況呢，基本上這種高估值板塊就會被幹得比較猛今天原材料也被幹這個是因為通脹，然後科技這個工業工業和消費今天就很莫名其妙，特別是工業今天砸的我也有點莫名其妙因為我倉裡邊工業股還是挺重倉位的
砸的我也有點莫名其妙。今天是整個市場都在往下走啊，就只有通信微微的漲了一點點啊，就很奇怪啊。這個最大漲幅呢，反正每天都有一些小票在叮叮咚咚往上走是吧？啊，最大跌幅我就不說這些了啊。今天呢，今天呢想說一說哪只票呢？想說一说 Plug 呢，反正这個也是我今天早上剛說過的一只票啊，因為昨天剛出財報。Plug 呢，今天盤中的時候一度是漲到了30%了，然後收盤的時候尾盤又獲利了結呢，又回了7%。我估計呢，這個 Plug 呢會有繼續往上走了，因為它的業績其實不錯的。大家不要關注這個 EPS 不及預期啊 ，EPS 不及預期是因為它出了一次性的非現金的支出啊，這個今天早上我說過了其實它的整體的財務報表已經是轉得很好了，就是毛利率也轉正了，息稅前利潤也轉正了啊，所以其實 EPS 本身應該是正的，但是由於有這個一次性的非現金性支出呢，就把 EPS 給拉下來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會有點奇怪啊，這個 EPS 拉胯成這樣，怎麼今天會暴漲30%？原因是我已經解釋過了，其實今天早盤就解釋過了啊。如果你今天早盤的時候就漲了12%，如果你早盤的時候盤前進去的話，今天其實還吃了接近11%的一個收益啊。如果是開盤後下去那波入場呢，你可能還能吃到個13%-14%吧，我估計啊，可能就這麼樣一個狀態。反正這支票呢，我估計是會繼續往上走的。如果你已經抄進去的朋友呢，我覺得你可以拿一下，至少拿到這個阻力位啊，拿到2.5塊再說啊。如果萬一它突過去，那往後就不好說了，因為這個毛利率轉正和息稅前利潤轉正呢，這個其實是一個公司很好的一個信號啊，特別是再加上又換帥了啊，這個事情呢 CGO 也換了所以值得期待一下。這個呢，反正氢能源板塊呢，我一直在說今年會有一個機會這個就是典型的一個氢能源板塊的一個股好吧，今天反正交易量也挺大的然後今天英偉達也大 ，TQQQ XLE。TZA 好吧，這個都是 ETF 然後七巨頭呢，今天特斯拉是特別拉胯今天只有微軟在漲，基本上呢就是這麼樣一個狀態然後再說一說這個 Target 呢，今天也是因為這個利潤大幅高於預期就是EPS 大幅高於預期，雖然 Revenue 不及預期還是往上走了7%將近。還是挺猛的，好吧，我們就看看七巨頭其實今天沒什麼太大新聞，大家還是關注一下今天晚上的這個事情今天晚上美基會怎麼樣走，然後亞洲股市會怎麼樣走，其實對於明天可能都會有一些影響蘋果呢，反正繼續橫盤呢，周五的呢，反正看漲的期權還是量比較大Microsoft 呢就我也不知道怎麼說了反正大家現在都是迷糊狀態這個兩邊的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呢，反正估計大概率就是一個橫盤的然後 Google 呢還是看漲我今天呢是終於把 Google 的倉位給建了一下Google 的倉位等等看吧反正我覺得差不多了，可以建倉了Google 再跌沒有理由了而且馬上要 Dividend 在這個除非是大盤崩大盤崩倒是也無所謂反正我建倉呢不會是用正股去建，肯定都是用期權建倉的，所以這個也可以說一下，也沒有什麼關係。然後臉書呢還是一個持續看漲的一種狀態就橫盤唄期權是看漲這裡是基本上橫盤的一種態度然後英偉達就很奇怪英偉達就很奇怪。英偉達周五的這16萬張170塊錢的這個 put 一直壓在這裡就是這個 put 是我們其實從周一就發現這個 put 在這裡了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放在這裡因為這周末這周五也不是也不是這個比較重要的日子對吧？也不是三巫日，也不是月度交割但是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來一個16萬張的 put 單在這裡放着就比較詭異就是有可能是有組合我們分析有可能是有組合，但是確實這個東西對於英偉達的股價會有很大的影響就是下邊有引力非常強170在這些地方按照我們這段時間觀察下來就是我吧，也不說別人，就是我觀察下來呢，英偉達只要其實
在175和就是畫的線是174啊，這裡是194左右吧，啊193，就是在175和174和193之間震荡，已經震了很長时間了啊。这个其實這兩條線是很有用的，如果是170破了，那可能就要去摸這條線，而且這條線不一定能站得住，再往下可能就要去到150左右了啊，這個就比較惡心了，就不知道那個170的那個 put 單到底是放在那裡要幹嘛，對吧？而且 Dividend 是下周啊，這個莫名其妙的在那出現了一個16萬張的天量的 put 單，所以英偉達的朋友呢，我覺得你們還是小心為妙啊。雖然我一再說英偉達在175以下可以隨便抄，是因為這幾個月的這個場景啊，雖然我自己在做空英偉達，但是我之前的視頻我也講過，英偉達是有價值的，並不是說會無限制的跌下去啊，它和 CRWV 不一樣啊，英偉達好歹還是有價值 ，CRWV 在我的概念裡邊，這種公司就是完全沒有價值的，我不知道那種公司上市幹什麼啊，英偉達呢，大家還是可以放心的去拿一拿的，雖然我是空頭啊，這個反正強調了 N 多遍了，我的空單還在，我也沒有離場啊，我這個空單我是看到3、4月份的啊，所以這個 put 單呢，不知道為什麼會有16萬張的天量，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這個地方，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有變化，或者後邊會不會有變化，我持續監控啊，到時候再看吧。然後特斯拉呢，16000張的看多啊，今天是重挫是吧？特斯拉今天是重挫，哎我的，特斯拉又跌破支撐了啊，跌破這個缺口的這個支撐了，跌破了。今天還沒反彈上去啊，這個就比較討厭了，是不是要繼續往下走？不知道啊。然後亞馬遜也是，反正在這個期權上看呢，7巨頭其他5家都還好，就是 Microsoft 和英偉達這個 put 端的期權會非常大，也就是大家其實不知道在防什麼。Microsoft 其實還好，1萬張不到，這都正常啊。這個英偉達這個16萬張就太不正常了，看多的12萬張、13萬張，我們是見的太多了。但是看空的來一個170的 put 啊，這個16萬張的天量，這個簡直是有點不可理喻，是不是做了一個組合，就是夾着不讓英偉達跌或者幹嘛，我也不知道啊。這個反正得到周五看吧，周五反正就到期了，這是3月6號周五到期的期權。到底周五會出什麼事兒，我們也不知道，對吧？因為周五大家還注意，周五有這個就業數據啊，就業數據呢，反正從周一開始，這個華爾街日報就開始吹風了，就說這次的就業數據不會好，那是不是在預着這個事情？但是這個也太早了，周一就開進去了嗎？還是很早就開進去這個單子？我就不明白了，好吧？就先說到這裡啊，這個就是今天這邊的一個狀況啊，然後有什麼的話，明天我們再說，好吧？拜拜。